这应该是妮妮妈妈被小新折腾的最累的一集。这天，妮妮在出门前，妈妈交给她一个防狼警报器，以防自己遭遇到不测。妮妮便带上警报器前去上钢琴课。为了妮妮的安全，妮妮妈妈还在警报器上安装了 GPS， 这样自己就能随时掌握妮妮的行踪了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妮妮在上课的路上遇到小新，还把自己的防狼警报器拿给小新看。在家里的妮妮妈妈发现 GPS 从刚才就没有移动过，心想以为是妮妮遇到危险了，于是便连忙骑着单车赶到现场，发现妮妮原来是被小新这小子缠住了。这时妮妮想到自己的钢琴课就要开始了，于是告别妈妈和小新后便赶忙前往教室，结果却忘记拿回自己的警报器。随后小新带着妮妮的警报器来到超市前室喝饮料。刚回到家的妮妮妈妈发现 GPS 移动到了超市，于是连忙赶到现场，却发现妮妮不在这里。着急的妮妮妈妈当即询问推销员小姐有没有见到一个长得像天使的5岁小孩。推销员小姐以为她说的是小新，于是便告诉妮妮妈妈，刚才她在这里是喝了好几杯饮料。妮妮妈妈听到后不敢相信，哇，好喝！大姐姐再来一杯。不会吧！就在这时，妮妮妈妈发现 GPS 又开始移动，而此时的另一边，小新因为喝了太多饮料，特意来到梦牙家借用厕所。妮妮妈妈紧跟其后，结果走错楼层，和小新擦身而过。哎，他又动了！真是的，妮妮到底怎么了？而这时，小新的肚子又开始闹腾，于是便来到公园的厕所解决。妮妮妈妈也跟了过来，看到 GPS 显示目标就在厕所附近，于是妮妮妈妈便走进女厕所寻找妮妮，但找了半天发现妮妮不在这里。突然，妮妮妈妈想到，妮妮不会因为女厕所人满就跑去上男厕所了吧？于是妮妮妈妈便来到男厕所寻找妮妮，结果却在这里发现正在上厕所的小新。经过这半天的折腾，妮妮妈妈觉得会不会是 GPS 坏掉了，于是当即打电话给钢琴老师询问妮妮的情况，结果对方却说妮妮已经在教室里上课了。随后心里不放心的妮妮妈妈来到了钢琴教室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平安无事，妮妮妈妈高兴地哭了起来。还好你平安无事。好痛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而此时小新也跟了过来，原来他是特意来还妮妮的防狼警报器。害我在那里白忙了一场，太可恶了！哼。